哈罗，大家好，欢迎跟着探长去旅行。大家到日本不免会去参观日本的神社与寺庙，但是日本神社与寺庙这么多，到底要怎么拜才能入境随俗，不失礼节呢？这一集我们就在出发前了解一下日本的宗教文化吧。喜欢这类的影片，请记得按赞、订阅、分享，开启小铃铛哦。Let's go！ 寺庙与神社主要的差异在于信仰的不同。寺庙信仰的是佛教，佛教来自于古印度，是由释迦牟尼开创的宗教，经由亚洲大陆传至中国，随后再传到了日本。而寺庙是僧侣们学习佛教教义并进行修行的地方。神社信仰的是神道，神道是日本自古以来的宗教，崇拜称作800万神，就是神道的概念。因此供奉的对象从无生命的物体、各种动物到传说人物或历史人物都有。各个神社所供奉的神不同，像是福建道和大社供奉狐狸当成食物神与丰收神，称之为道和神。像是供奉开天三神须佐之男命的后代大国主神的出云大社，主供奉的剑玉雷神的春日大社等。而寺庙与神社在外观上最容易分辨的地方，就是进入寺庙通常有大型的山门，这些山门有高耸的屋顶，梁柱则立有名为人王像的威严寺庙守卫神像。神社则一定有鸟居，代表神圣地带与世俗世界之间的界限。鸟居可不是鸟居住的地方哦，鸟居是代表神圣地带与世俗世界之间的界限。通过鸟居的正确方式是先鞠躬，根据习俗，参道中间是神明在走的，走在参道上尽量靠两边走，而参道总是铺满小石子，这是希望参拜者能藉由这些小石子将脚下污泥去除，保持净身，向神明膜拜。有时候我们在神社内参观时，常常会看到这种奇特的编织，这种编织称为注连绳，通常出现在神社的屋檐、鸟居下、神社内的大树与石头上，有时也围有注连绳。此种绳子提醒人们这些地方是神居住的场所，不可随意靠近与触碰。另外，神社如果祭祀的对象则是日本皇室祖先，或与皇室有相当渊源之人，就称为神宫。因为祭祀对象与皇室的关系，神宫的规模与规划通常比普通神社大上许多，也比较气派，如东京的明治神宫、京都的平安神宫。寺庙与神社都有守水社，在参拜前先用水净化身体与心灵，然后才能进入神殿内参拜神明。守水社提供的木勺是用来舀水，清洗双手并漱口。首先用右手舀水，将水倒到左手，再用左手舀水，将水倒到右手，倒一些水到左手，用这些水漱口，并将水吐到水池旁边，最后再将木勺朝向自己，将水倒干。寺庙的参拜仪式不像神社那样严格，有点类似台湾的宫庙。许多寺庙都备有线香，您可在赛前香投入硬币购买一把，点燃线香后用手挥舞灭掉火焰。在寺庙内无需拍手，将线香插入香炉，双手合十并诚心默祷。您可能会见到访客将香的烟到身上，那是因为这些烟据说拥有疗愈的力量。神社相对较为繁琐，先安静地将一枚硬币投入赛前香，摇响钟铃向神明问候，鞠躬2次，拍手2次，向神明表达您的喜悦和尊重。双手合十，说出祈愿，最后再鞠躬1次。至于参拜1次要投多少钱呢？基本上是日币5元，因为日文的5元与结缘是谐音哦。5元、5円。不论是神社还是寺庙，都会贩售这具有神力又美观的玉手。一般则认为，玉手文化的真正确立是在平安时期阴阳师活跃之际。玉手的内容物是由纸、木或金属制成的玉神玺，及神灵寄宿的护符。
神职人员透过称为御灵入祈祷，将神力注入其中。另外，御手都会在顶部穿过绳子，打上绶带结，请不要将御手随便打开，以免招惹神灵，并使其丧失灵力。御手的期限通常以1年为限，长时间净身佩戴，御手中难免会沉积一些不好的气，因此一般来说，在使用1年后，将其返还原购买神社，顺便添购新御手。之后，等探长的御手到期后，会再教大家怎么不用飞到日本就可以处理手中的御手哦。记得订阅哦。绘马用途是向神明传达愿望，因此正确的做法是写下愿望之后，将绘马挂在寿司内的绘马架上。神社与寺庙其实会定期将积存绘马用特定方法焚烧。日本人相信，从很久以前，神明是骑着神马来到凡间的。到了奈良时代，人们祈愿时开始供奉马匹给神明。然而，马匹毕竟不是大多数人送得起的，所以一般的民众只好供奉土制、木质的马，或是供奉画了马的图像的木片。因此，献马习俗慢慢演变成使用木马、纸马、土马等代用品。江户时代开始会在木片上加写上愿望，成为一种风俗民情。之后就渐渐演变成现今的绘马了。后来又演变出在画上马匹的木板空白处写上自己愿望后奉纳给神社，以求心想事成的习惯，也就是现在的绘马文化。相传现代绘马的发祥地是京都的贵船神社。愿望等内容要写在空白的背面，有马的一面不可以写。为了等神明看完绘马后找得到你，最低限度要写上姓名和年龄。放置绘马的绘马架很多都是放在室外的，所以最好使用不易褪色的油性笔。挂绘马的地方称为绘马挂锁，绘马如果掉下来，也是不吉利的象征，因此请牢牢挂好。另外，可以选择挂在容易看到的地方，或是将背面的愿望放前面哦。神社与寺庙也跟台湾一样可以求签。以前的日本人认为，抽到平签是最好，代表平安无事。相反，抽到大吉，可能意味你的运气已经达到最高峰，即将要走下坡了。读签之后，可以把签文带回，也可以绑在指定的地点。通常，吉以上的签诗会带走，凶的签诗会绑在寺庙中，趋吉避凶。日本也有一个说法，就是用与惯用手相反的手绑上签纸，可以化凶为吉。另外，也有一说是签纸绑得愈高，就愈可以化险为夷。日本祭典文化的起源可以追溯到古代，最早是为了感谢神明的赐予，或是祈求丰收和平安。随着时间推移，日本祭典活动逐渐演变成庆祝特定节日或事件的庆典，像是春天的樱花季和夏天的盆泳季。现今，日本的祭典活动可以理解为神明的游行。3大著名的祭典分别为东京神田祭、京都奇缘祭和大阪天神祭。祭典举行的时间可以参考这里哦。在神道的观念中，夜间是诸神活动的时间，而神道祭大多在夜晚进行，也是基于这个原因。因此，最适合参拜的时间是白天，而且上午偏早最佳。而最晚的参拜时间也必须是傍晚日落西山之前。安排行程时，过了鸟居之后，就被认为是神的戒地，因此也不要穿着不合适的衣服参拜神社，会被认为亵渎神明。神社内部也不宜饮食，最好在社方规定的地方饮食。好了，今天聊了这么多，下次到日本观光神社与寺庙的时候，不妨仔细看看，或许会有不一样的发现哦。喜欢我们的分享，记得按赞、订阅、开启小铃铛哦。我们下集再见，拜拜。